刚才连友教授提到霍布斯，提到洛克等等，还有有人在问题里边提到苏格拉底。实际上，刚才连友教授说罗尔斯他有讨论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不服从，在香港叫公民抗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主要叫公民不服从。那么我们以后也会讨论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那这种传统，实际上甚至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有人在提问的时候谈到这个苏格拉底，坚持认为恶法也是法等等。那么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有点复杂。刚才有讨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和满意度，这个西方有很多学者他们在做调查、做问卷。我们看这样一个数据，这是哈佛大学做的民众的满意度调查，从2003年到2016年，这是一是非常不满意，二是比较不满意，三是比较满意，四是非常满意。我们看2016年对中国政府、中央政府，这是中央政府比较满意的占61%多，然后有31.6%的人是非常满意，加起来93.1%。然后这是对省一级政府81%以上的中国人对省级政府要么比较满意，要么非常满意。县一级政府是73.9%，而乡镇一级是70.2%。从中央到下边是越来越降低。从中央政府来说，只有4.3%的人要么非常不满意，要么比较不满意。这是一个政府满意度的趋势。我们看到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还在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也在提高。2002年，这个这什么埃德曼信任晴雨表，他对20几个国家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它有很多很多项目，那么这里边是对政府的满意度。中国在所有的国家里边对政府的满意度是最高的，高达91%，而这些国家平均的对政府的满意度是52%，美国是39%，像美国、日本、西班牙等等都只有30%多，阿根廷22%，中国政府是高居榜首。那么各位听了这样的数据反应怎么样？你认为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支持率和另外一个问卷就是中国人对习近平的实际支持率是多少？在民主国家里边，我一会儿大家对可以来选第二个，我们我们接着来讨论。那么在民主国家里边，对政府的支持还有考虑很多因素，民众在接到这样问卷的时候，他不会害怕说对政府不满意会有什么麻烦。当无论你接到电话，或者是在街上遇到有人问你对总统满意不满意啊，对现在的执政党满意不满意啊，他们当然会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一般情况下，嗯，他们不但可以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他们也可以去举行游行、抗议、示威，他们可以组织自己的政党。如果他们认为目前的所有的政党都令人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组织政党获取投票，自己来执政。那么这是当然是可能的，这也是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不断在发生的事情。而在威权体制下，在专政体制下，当人们遇到这样的问卷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恐惧。如果有人
到中国的街上去问你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满意，你对中国政府是不是满意，你对习近平有没有什么看法等等。那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们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真正的看法。另外呢，就是对于信息的控制，对于信息的审查，以及长期的洗脑，人们被灌输要热爱国家、热爱政府，人们脑子里边对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概念可能都是不清楚的，以为批评共产党、批评中国政府就是不爱国。那人们被灌输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灌输一种对政府、对政党执政者的忠诚，甚至对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种情况下，长期的洗脑和长期对信息的压制，也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对这种问卷的回答。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中国政府追求的这种 legitimacy、performance legitimacy、绩效合法性，长期的经济发展也是人们对政府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啊，就是对政府满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还有刚才林恩友教授也提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中国梦啊，这种国家统一啊、打台湾呐、反美国、反日本这样一种民族主义，也是人们支持政府的一个因素。所以，林安友的文章提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他们与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主要是进行谈判、进行互动，而不是完全对立。那如果你完全对立的话，那好像日常的生活没有办法持续下去。还有一些文化价值偏好，有没有东亚特殊的价值观，或者是亚洲特殊的文化偏好、价值偏好？是不是亚洲人或者东亚人或者儒家文化圈，他们更加愿意服从权威等等，这是要讨论的因素。那我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支持率可能是小于15%，有6%的人选了小于15%，有37%的人选了15%到50%，有47%的人选择在50%到80%之间，还有14%的人选择是大于80%。中国人对习近平的实际支持率可能是有20%的人选择小于15%，有55%的人选择在15%到50%之间，有22%的人选择在50%到80%之间，还有8%的人选择大于80%。嗯，OK，谢谢。那虽然我们这个课的样本很少，而且也完全不符合采样的规范，但是我感觉前面哈佛大学的那个调查以及艾德曼晴雨表的那个调查，他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的结果，我觉得是完全和现实不符合的，不可能有高达91%、93%的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满意的就是非常满意，或者是比较满意。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就是影响的因素，就前面说到的信息的问题、洗脑的问题，以及民众的恐惧，等等。林安友教授，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补充？Well, 我是参与有另外一个研究计划叫做 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 亚洲晴雨表 Survey，他已经他第一轮 First Wave 第一个抽样调查是亚洲的8个地方，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朝鲜。韩国，还有
Singapore，一直到第5潮 the fifth wave，调查是17个国家，亚洲的17个国家。我自己认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结果，我们的研究调查的这个 finding 是比较可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我们用了一些方法，就是让这个回答我们的问卷的人比较感觉安全，而且我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学生的同学的他们的回答也多少是证明，就是说那个 Harvard 或者别的我们的亚洲晴雨表和 Bruce Dixon 和陈杰和很多学者，结果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支持共产党。在我们自己的 poll 里面是61%认为，他们的回答是50%以上，就是说，我们自己的 poll，我大概认为我们的同学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概念比国内的人民可能稍微更保留意见的。而且他们也给一个61%，是说是50% and above 国内的支持率，所以总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就是说共产党得到比较强的支持，维权政权。在我们的 Asian Barometer Survey 的话，是中国、是越南、是 Singapore。比较一些可以说绩效比较好的一些维权的政权，你绩效非常糟糕的维权的政权，像缅甸的话，它的这个支持率是很低。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维权的政权，而且你的绩效是比较不错的话，好像老百姓会支持。我也注意。你的 slide Harvard 那个结果，它中央的支持率比地方的支持率稍微高一些，因为中央远，中央的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是应该是很重，但是你感觉不到，你感觉到的是地方的政权对你的生活。它比较近，但是的话，这个支持率是多少 fragile， 多少那个可以变的。我们呢，看了你比方说1989年在中国的话，你80年代末，大家suddenly 偶然爆发一个天安门事件，全国性的一个300以上的大城市有游行示威反对共产党，这个是以前不能预料到的，所以在一个威权的政权里面，这个偶然爆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一个事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的话，现在有这个dynamic zero COVID lockdown 这个动态清零，所以在上海我们看到了大家被locked up 被锁起来了很长的时间的话，他们非常的不高兴，他们开始反抗，但是后来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的话，他们好像忘了那个经验，他们有时支持政权。中国最近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一个美国的一个民间机构发表过一个报告说，5月中旬到现在，中国发生
735的protest events，反抗事件。但中国那么大，我不知道700以上的反抗事件在几个月算多还是算小，而且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政权怎么处理这种反抗事件，有时候他们会用警察或者用一些流氓去打那个公民，但是有时候他也可以讨价还价，给你一个让步一部分，逮捕一些领导人，所以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处理这种群众事件。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很难判断。现在国内我知道国内情况很紧张，而且中国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有的是支持，有的是反对，但是这个比例现在很难判断。关于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国官方曾经连续的公布数据，后来这个恐怕数据太大了，他们就不再公布。在他们停止公布的时候，中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应该是五人以上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是接近20万。那当然，现在这3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恐怕这种群体性事件很少了，和过去相比。当然，除了疫情，还有习近平他对各种抗议事件的更加不容忍，各种残酷的打压也是一个原因。但很显然，中国的抗议这本来是要有一些slide，但是我把它挪到以后了。关于中国的上访问题以及群体性抗议，这当然是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以及 political legitimacy 政治正当性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接着来看。李彦友教授，他的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就是威权主义的韧性，或者叫威权主义的弹性等等，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命题。他谈到，我们一会儿当然要请李彦友教授来讨论关于这个命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温家宝上任之后不久写的，应该是上任之后第2年写的文章。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2018年修改宪法，确立他的终身任期，也就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呢。现在看来，他要成为一个终身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那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学者对中国式的威权体制。当然，我们第1节课讨论的中国是 authoritarianism 还是 totalitarianism， 威权体制还是集权体制。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威权体制，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之间的邓江湖时代，我个人也认为它更接近于更接近于集权体制，而不是威权体制。那么，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邓小平之后是一种威权体制，而且不但是威权体制，它还不是那种特别野蛮、特别僵硬的威权。所以很多学者用了这样词。当然，前面这2个竞争性威权主义和选举性威权主义，一般学者不用这2个概念来讨论中国。这是指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包括就是民主化之前的台湾呐等等。那么关于中国的讨论，比如说有学者用 inclusive authoritarianism 包容性威权主义。有的学者用协商式威权主义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还有用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回应性威权主义，后面有这作者的名字我就不念了。还有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适应性威权主义，还有分散式威权主义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参与式威权主义 （participatory authoritarianism），还有去中心化的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还有讨价还价的威权主义 （bargain authoritarianism）。这些讨论都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看他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就中国威权体制，我们说主要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这种体制，它的回应性、它的灵活性，或者是调试性，也有的用这个参与性和包容性等等。那么它包括比如说绩效评估，中国官员他的考核机制。很多的是关于 GDP、关于经济的增长啊等等，这种绩效评估当然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福利的提高等等，这是绩效合法性的最核心的内容。还有呢，竞争性的村级选举，以及一些乡级县级的选举等等。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选举在相当程度上，尤其是县一级的选举，都是被中国共产党完全操控的。但是在村一级，那么这种有一定竞争性的村级选举，也增加了中共的合法性，增加了中共的支持率吧。还有对抗议的回应，一种灵活性的回应，并不是发生群体性事件发生抗议就完全是抓人杀人，用暴力的方法压下去。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群体性抗议，这些组织者参与者被抓被判刑，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它是有一种补偿，政府有让步，然后呢，甚至一些抗议也会导致政策的改变。而且这两种它是同时在很多抗议里边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它答应民众的一些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要求，政府做一些补偿让步，但同时它会秋后算账，对那些领头的、对那些组织者进行抓捕、进行判刑等等。这当然表现出了中国政府的一种灵活性，对于民间呼声的一种灵活的回应。还有这种讨价还价机制，它并不是零和的博弈，而是一种你得好处我也得好处。有学者用这个patron clientelism，就是客户主义啊，也有的翻译成侍从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分肥，这种官员或者是利益集团啊，不是官员，是一些商人，一些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他们和政客之间和政府之间进行一种交易，那么在这种政治分肥的过程当中，公共利益就被牺牲了。不管怎么样，这种讨价还价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中国体制的某种灵活性。还有呢，我们可以想到中国共产党它的意识形态在不断的翻新，用江泽民的话叫与时俱进，他提出3个代表。我们下次课，就是2次课之后会讨论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邓小平他所开启的政治实用主义，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啊，摸着石头过河呀等等这些东西，他也给中国的体制带来了相当多的灵活性。然后呢，互联网的兴起，一些被市场驱动的或者是半市场化的大众传媒，它所带来的空间，这也是导致了中国政府某种的灵活性或者调试性。然后上访制度、信访制度，有学者认为，信访制度它为中央提供了信息，包括了地方官员、地方政府的特别多的信息。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要专门讨论，花1节课要讨论的中央地方的关系。还有呢，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这些东西也都让民众有了一定的出口。当民众对政府的行为不满的时候，那么他可以通过行政诉讼
这些方式来表达出来。还有政府信息公开法，还有一定规模的群众动员，还有像一些情报部门、一些技术官僚，包括官方的专家和智库，以及很多很多的非政府组织，有相当多的刚狗，就是官办的非政府组织，政府控制的民间就是看似民间机构的这些组织，包括政协等等，那么一定程度的民间社会，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都增加了中国体制的合法性。中国体制的这种灵活性和挑事性，还有扶贫。那么中国政府一向津津乐道的，它的成就就是使多少多少亿人脱离贫困。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贫困数据在不断的下降，明显的下降。当然，现在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贫困人口，但是这也是中国政府经常用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一个巨大的经济成就吧。